大家好，现在我只能等到傍晚时分，等到这个气温稍稍下降几度。像现在我刚刚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呢，应该是32到33度左右，比起白天36度左右的气温呢，降了那么几度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更适合出来骑行，所以呢，只能改变一下这个运动的习惯啊。本来呢，应该是早上吃了早饭以后，或者是下午，这样可以多消耗一些能量。但是现在呢，只能是傍晚吃晚饭以前出来骑一下。有时候不得不跟这个天气做一些妥协，但我觉得也没所谓啊。其实就是每天出来活动一下，大概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目的。现在呢，已经快6点了。我看那个村里很多车都回来了，下班时候了。我感觉这个楼，你看放了一些这种流水为夏天呢添了一些凉意。起伏呢一直管理的还算不错啊。比方说那个起伏大道那边的大喷泉基本上都还是会开，给人家一些夏天有流水清凉的感觉。所以更不用说对于这个小区里面的绿化管理花园里面的造景，还有就是这些车道步道的修补等等，都还是做得蛮积极。而且这个小区比较大，时不时呢又会增加一块绿地等等啊。你像我的右侧的这个棕榈园，就是保持得非常好的一个花园。小区里面呢，也总会停一些这种房车，不知道是村里面的居民所有的，还是他们的亲戚从外地开来的。就我觉得，这代表这一些人呢，现在有了一些新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以一种不同以往的这种休闲来增加生活的情趣。这些呢，我都是非常积极的来看待我觉得生活就是需要开心，尽自己的能力呢，让自己的生活过得丰富一些或者呢，也去多一些以往没有过的体验。我觉得这个都是挺有意思的事。
今天呢，我也是想就近的在附近骑行一下啊，但是还是想骑到村外去，看看能不能找一个另外的一个门出村去。这边呢，就来到了老的一片区域啊，这是祈福新村最早盖的一些楼的附近。右侧呢是一片山坡，也是祈福2座小山之一的地方。前面呢有专门登山道啊，就好久没去爬山了。看得出来，当年祈福刚刚开始建设这个屋村的时候啊，还是把它当做一个就休养生息的地方，就会让大家到一个有更多绿地，在山边、山下就有这种地方起一些比较矮的，像这种村屋一样，真的就是一个新村。像一个新的农民新村那样的地方，每个人呢多少都有个小院，也有个2楼的阳台等等啊。就当时想的是这样的一个低密度的社区，但谁知道呢，慢慢就蜕变成一个新的一个小镇，起了更多的高楼，也有了更多的商业的场所等等啊。现在呢，我要从祈福新村最东面这个门骑出村外去。这边经过一个小的隧道，就可以去到四广路上。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四广路上了，前面呢是东义路。骑到这里呢，我发现前方的天空好像已经有一些乌云了，弄得不好又会有一阵阵雨也不一定啊。
这个市广路啊，每次在这边过马路呢，你要等2次红灯啊。就是在这个路上啊，它行人或者单车道，它会有2段的红灯。总之呢，这边的所有的交通规则就是有利于汽车，谁跑得快呢，就有路权，优先的路权啊。当然，这边的司机们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很少有礼让行人这么一说。所以怎么说呢，在这样的一个大家都是向前看要绿的这个社会，很多人呢都是拼命往前赶，谁跑得快呢，好像谁就更能够获得财富。而这个社会的大家民众的这种观念、意识，乃至于政府所做出的一些规则啊等等，都是倾向于这些的。极少有人为穷人去发声，有也是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所以在整个疫情之中，老百姓深受其苦，但是并没有得到任何的补助啊。有的也是对一些企业的减免，我指的是税收啊、社保方面的延迟缴费等等，而真正的普通老百姓呢是没有得到任何这方面的补贴，更没有看到政府慷慨的拿钱出来帮助大家渡过难关啊。那现在呢，经济不景，这是大家公认的一个事实。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很多人确实非常的迷茫，年轻人的失业率非常之高，那要如何自处，这也是一个问题。我在东一路上面骑行了一段以后啊，我就突然发现这边又新开了一条马路出来了。就这条马路以前我不知道有还是没有，应该是一条新开辟的马路吧。我就骑到这个马路里面来看一看啊。在乌村附近骑行呢，就是有时候啊，给自己一些新鲜感。比方说新开的一条马路，新搞的一片绿地，新的一条步道等等，都会尽可能的去探索一番，这给自己一些小小的新鲜感，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啊。就这条路我以前好像没有怎么进来过，但是比较不妙的呢，是前方的天啊变暗了，乌云低垂的感觉啊。但是我想我也无所谓啊，反正回去就是洗澡嘛。这前面是广东文艺职业学校的学生公寓啊，看来里面并没有一条道路可以通向外面的。这片地方呢，虽然离我住的地方很近啊，但是这些年看来也在发生很多的变化。
马路呢也在做一些调整，有些地方呢重新规划，做了一些建设。经过一些年的发展呢，这个四周啊，看来已经变成了有很多的高层住宅的一个居民区了。虽然还有个别的一些工厂啊、公司还在这边，那更多呢已经变成了老百姓生活的区域啊。这边呢有幼儿园好几个，也有各类的学校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变化还挺快的。这个右侧呢，就是富豪山庄当地的一个居民小区啊。左侧马路对面呢，是保利开发的一个新的小区。前方呢是一个长下坡，从这边下去呢，就是星光大道的路段了。右侧呢，就是这个叫懒塘村的村庄啊，我以前无数次的经过里面。今天呢，还是打算到里面去骑一段。经过这个村庄呢，前边就有丹山河的绿道。就骑行在这个村庄啊，感觉还是蛮放松的。因为这边呢，毕竟在村里呢，就没有那么多行驶的汽车。虽然这个村里也停放着很多的汽车，就很有意思的一种感觉，就是当地的原住民，就以前的村民啊，当然以前都是农民，但现在呢，基本上也都洗脚上田了。而他们建了很多的房子呢，是出租给那些外来户、外来务工人员，并且开了很多的商店啊。我相信这些商店呢，很多也不是本地人开的，也是外面来打工的，慢慢积累了一些呢，就在这边做生意。就大家还是和平共处啊。就是你外来这些人呢，租他们的房子，在这边呢打工，或者呢经营自己的小生意啊，还是蛮和谐的，就挺有意思的。
这个村里面做了很多的这种防震带啊、减速带。学车考驾照。好，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丹山河边上啊。但今天这个左侧的丹山河里面没什么水，这边呢是一条绿道。发现现在太阳好像已经钻入了云层，有点要下雨前的节奏了，风也起来了。但愿我能够在下雨之前啊，结束我的骑行，回家去。如果天气好的话呢，是非常愿意在这样的这种乡道，但是已经变成了一条休闲的绿道的马路上的骑行，觉得一个是有阴凉，很舒服啊，还有就是满眼都是绿色，还有一条小河，虽然今天好像河水比较少，但是有水的地方呢就会有些生气。就在这样的小道上骑行一下，我觉得蛮舒服的感觉。你看，刮风了啊！你看，吹的树叶纷纷飘扬。嚯，风突然大了起来。喜欢在这条路上骑行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看啊，右侧都是一片田野，这里面还有很多农民啊种的田啊。就当然有些田他们可能可以自由自配，随意的种一些瓜果蔬菜，有些呢就在这条路上摆卖了。我以前也经常看见，刚刚也看见有人就在他们的这个田园边上、马路边上的摆摊。就这种田园的风光，或者说田园的生活呢，是城里人非常有兴趣的。所以呢，你要叫我做个农民呢，我也做不来，可能也不愿意啊。但是呢，又喜欢时不时的在这种农村的地带啊逛一逛，看一看，觉得也不错。现在呢，来到了左滨龙岗街。我看这个天气真的是很快就下雨的感觉了，所以我就改变一下行程，就右转到这条叫左边村的村庄里面，穿过这条村庄，再回到市广路去，这样可以快点的回到家里。你看啊，这就是左边村这个村庄里面的光景。真想不到啊，在这个黄昏时候，你会有多少人呢？骑着电单车，好像急急忙忙赶回家的感觉。
这说明很多人要不就在这边工作，要不就是在这边居住。你看这个村里面还有美食城，各种各样的商店啊，就一个农村的商业街道就在我的左侧前面。这就是中国一个城市边缘地带，或者叫城乡结合部，在傍晚时分的这么一种光景。你看啊，这个左侧还有一座大楼，写的是美林湖沐族水会，就是那种什么SPA之类的，所以也有人赚了钱呢，就像有些享受的地方。我的右侧呢是竹溪酒家，这个酒家应该已经存在了好久了。左侧的天桥过去呢，对面就是大罗塘小罗村呢，就是这边的所谓的珠宝城的所在地。好，我现在呢又回到了四广路上了，你看已经非常繁忙的，就是下班时那种景象。马路上车很多，骑行的人更多。从这边看过去呢，都是那种闪着红色的尾灯，就大家好像都是急匆匆要赶回家的感觉。而我的右侧呢，就是左边村的另外一个路口。刚刚我就从这个左边村里面出来的。虽然这边的一些街边的商业没有那么高大上，但是你看这个右侧还是很多的商店啊，看上去灯火辉煌的，挺热闹，有各种吃的餐馆啊，很多，就感觉这一片地方好像也是新发展出来的。以前来的时候都是正在建楼的地方。这也挺有意思的啊，就乡村经济啊，也是大有可为的，最起码可以养活很多人，增加很多基层的就业啊。还有一个金沙游泳馆也在右侧，有人体餐饮一条龙。20年以前我搬来这边住的时候啊，纯粹就是乡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喜欢住在这种比较乡下的地方了。但是20年就这么过去了。如果你要是快放啊，就回望一下，那其实变化是非常大的。现在很多地方呢，已经不像这种村庄。虽然还保留着一些农村的景象，但更多的呢，实际上已经是变成了城区，而且也有了地铁站，有了像祈福，还有金山谷啊，它自带的这种商业中心，就实际上已经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地方了。右侧呢是刚刚经过的富豪山庄的正门。
你看啊，这边呢又有一个，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小的商业中心啊，也慢慢成规模成气候了。所以在这边呢，这种小的商业中心还挺多的，说明居住的人口是增加的很多，所以才会有这种涌现的需要。前方呢就是东一路了啊，我在这边呢要左拐过马路回启福新村区。已经开始下起雨来了啊！看来早一点收档回家，这样决定还是对的。话音未落，已经下起了大雨了。这个雨点非常之大啊！这个说出来骑行呢，真的要抓时机。你想要稍稍的凉快一点啊，这就有可能会被雨淋。当然了，这点雨也没什么所谓啊。骑了一个大上坡，又回到了刚刚我出村的最东边那个门那里了。很多人都在隧道里面躲雨啊，但我就冒雨骑回去了。反正呢也是要洗澡。
现在这些电子设备啊，都基本防水，无论是手机、手表，还是架在车把上的相机啊，都不会因为下点雨就会损坏了。所以这个呢，也让我可以放心在雨里骑行。现在呢，我已经骑到了缤纷汇了，听到天上打雷声。现在呢，我已经骑进了学院路这个门了啊。还算不错啊，仅仅淋了一会儿雨而已。这个就是在凉快之后骑行的一个小小的代价啊，也不算什么。好了，现在呢，我拐一条近路回我的住所去了。在这边呢，就跟大家说一声拜拜，谢谢观赏，我们下一次出行再见，拜拜。